台州市仙居县有位姓张的外卖小哥送完餐后，在路边发现一只长相古怪的动物。它长得尖头尖脑，尾巴粗长，全身布满鳞甲，遇到人后竟然还团成了一个球。小哥原以为是黄鼠狼，结果在网上查证后发现，这居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外卖小哥立马报警，后来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照顾下，小家伙被顺利放生。新闻发布后，网友纷纷赞叹小哥的奇遇，因为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穿山甲。如今能亲眼见到穿山甲的人真的太少了，现在的穿山甲是比大熊猫还要珍惜的动物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穿山甲是全球目前已知的唯一全身长有鳞甲的哺乳动物，体型狭长，四肢粗短，尾巴扁平粗长，足有5指，走路的姿势很是可爱。后腿走路，两只前爪常常蜷起来揣在胸前，很像一只小恐龙。穿山甲不光姿势像恐龙，它同时也是非常古老的动物，早在50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，比人类古老得多。不同穿山甲种类分布国家不同，全球一共仅存8个种类的穿山甲，分布在亚洲大陆、非洲大陆上，而我国仅有1种，名为中华穿山甲。穿山甲这名字让不少人都好奇，这种动物真的能穿山吗？虽然它们有一身坚硬的鳞甲，却无法做到穿山，只是十分擅长挖洞罢了。至于这种挖洞的能力，倒是与它们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。穿山甲习惯独自穴居，爪子虽然锋利，却不擅长捕食攻击，通常栖息于较为潮湿的环境中。这类环境土地松软潮湿，土质相对松软，挖洞更为方便。穿山甲会用前爪挖土，用后腿将挖出来的泥土推到身后，挖洞速度非常快。与此同时，穿山甲对自己的居住环境颇为讲究。夏季的下洞通常选址在凉爽、通风、地势较高的山坡上，不仅避暑，还能防止雨水淹毁洞穴。冬季的冬洞则会背风向阳，选址基本在蚁巢附近，方便冬季觅食。洞内结构也比夏洞复杂得多。为了御寒，它们会在洞深处尽头挖穴，还会铺垫细软杂草，看起来像一只布满鳞片的大老鼠，真实身份却是能让森林免受虫害的森林卫士。它们每天勤勤恳恳吃白蚁，遇上危险毫无还手之力，却在遇上了人类之后，被迫成为了比大熊猫还珍惜的牢底座传兽。穿山甲以虫类为食，最爱的食物是白蚁。白蚁对人类来说是破坏性极强的害虫。穿山甲眼睛小，视觉退化很严重，但嗅觉极佳，可以迅速发现蚁穴。它没有牙齿，不过舌头却极其细长灵敏，完全伸出能达到身体长度的1/3，上面布满了粘液。在找到蚁穴后，穿山甲会迅速用前爪挖开洞穴，用长舌头把白蚁粘到嘴里吃掉。据观察，在250亩的林地中，只要有1只成年穿山甲，就能成功防止白蚁成灾。而且穿山甲非常聪明，在进食时，一个蚁穴会保留1半左右的虫蚁，保证食物来源。穿山甲对野外生存环境的要求并不高，一身坚硬的鳞甲保护它在地球上生活了5000万年。每当遇敌时，穿山甲就会蜷缩成一个球，哪怕是猛兽的利齿也奈何不了它，甚至会因此割破舌头。但这没有攻击性的自保动作却便宜了人类，这一身保护它的铠甲却将穿山甲推至灭绝边缘。穿山甲习惯昼伏夜出，夜晚捕食，白天睡觉，尤其是遇上危险就会缩成一个球的习惯，让人类捕捉它们非常方便。尤其是雨后，人类追随着泥泞路上的脚印，便会找到穿山甲休息的洞穴。我国1989年出台法律，禁止野外猎捕穿山甲，但在那时，野外穿山甲的数量已经很少了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是捕杀穿山甲最猖獗的时候，据当地村民说，那时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捡2、3只回来。而到了80、90年代，野生穿山甲数量急剧下降，捕猎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只会团成一个球的穿山甲，人类为何会如此大规模的捕杀呢？一是因为在上世纪末期，捕杀穿山甲是不犯法的，人人都可以抓，人人都可以卖。第二个原因则是穿山甲在市场上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极高，捕杀贩卖穿山甲可以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。而穿山甲胆小又不会攻击人类，想要抓它们去卖钱简直毫无难度。如今在黑市上，1斤穿山甲肉最高能卖到$500，比象牙还要昂贵。虽然穿山甲已经是明令禁止不能食用的动物，但总有人为了一口不好吃的肉，明知违法依然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穿山甲肉。穿山甲的甲片和人类的指甲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在记载中，这些鳞片的药用价值极高，可以通经下乳、消肿排脓。古时候，不少哺乳期妇女都会购买穿山甲粉来治疗产后乳汁不足、乳房胀痛等病症。除此以外，至少在179种传统药方里，
都使用了穿山甲。俗话说是药三分毒，穿山甲可以入药，却不能治百病，服用过多可能还会引起别的不良作用。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，其中《本草害例》就写明了穿山甲的鳞片咸寒有毒。然而，受利益驱使，偷猎和贩卖穿山甲的人只会无限放大，甚至神化穿山甲的作用，以此提高自己的收益。到现如今，穿山甲甚至还出现在了文玩市场里，不少商家用穿山甲甲片做梳子售卖，甚至提出穿山甲辟邪招财的荒谬说法。前些年，盗墓题材小说大火，摸金符一类文化符号十分盛行，就连穿山甲的爪子都被制成所谓的辟邪摸金符，以此作为噱头，重金出售。不少网友会问，既然穿山甲目前形势如此严峻，那为何不像保护大熊猫一样，建立人工繁殖穿山甲的基地呢？国内的各种动物保护机构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？针对这一点，国内外有很多生物学家的研究证实，穿山甲因为食性太过于特殊，想要人工繁殖的难度不小，现在依然还在摸索研究的阶段。而且穿山甲喜独居，只有发情期才会雌雄同居，交配后分开，每年一胎，繁殖数量也极少。国内很多动物救助机构中的穿山甲都是从非法交易中救下来的，而这些穿山甲即使被救下，大多数也都难以生存，因为非法交易的价格是以重量为准。为了提高价格，不少丧心病狂的卖家都会强行让穿山甲吃下玉米糊，甚至是石膏、水泥。被这样虐待的穿山甲，就算撑到被救助的时候，它的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都已受伤，基本活不了太久。即使成功救治，如何放生、何处放生，放生后如何保证不再被抓，又是一大难题。穿山甲的未来究竟是像大熊猫一样摆脱濒危命运，还是如同长江白鲟一样走向灭绝？也许就取决于多一个人对他们的关注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